可能最近大家也關注到大空頭的主角叫 Michael Burry， 對冲基金經理。他最近在推特上很活躍，火力全開去怼英偉達以及整個 AI 的行業。根據最新的交易信息的披露， Michael Burry 已經通過期權做空了英偉達，而且最近在市場回調的過程當中已经有一部分獲利。所以在當前這個關口下，就有一個非常嚴峻的問題需要我們去審視，就是英偉達以及整個當前整個 AI 技術革命的領頭公司，他們真的被高估了，值得我們去做空嗎？因为08年次貸危機 Michael Burry 大賺了一把，通過大空頭，他的聲望被急劇的放大，他的聲音我們是不可忽視的，而且他不僅僅是嘴盤，他是有真實在做的，所以這就非常值得我們去審視一下。那我們這裡看今天3個小時以前和4個小時以前他分別發的帖子。3小時以前他發了個帖子，他說自從2018年以來，英偉達一共賺了205個 billion 的淨收益，就是2050億的淨收益，然後實現了1880億的自由現金流。我們假定它的資本支出 Capex 就是真正的資本支出，它的自由現金流是1880億，但是它的 SBC 達到205億。SBC 股票薪酬激勵計劃，也就是說它的公司的高管通過薪酬激勵拿走了205億。所以他就做了個計算，說在這個過程裡面，公司還回購了1125億的股票，而市場上流通的股票還增加了4700萬股。也就是說，公司的股票還有增加，而公司回購的那些股票還不足以抵消公司高管行權的那些股票。所以表面上看，公司高管只拿了205億，但是考慮到公司回購了1125億，公司的股权並沒有減少。所以他說，薪酬激勵計劃稀釋的真實成本至少是1125億，而不是205億。所以公司為了激勵高管，他實際支付的成本呢，至少是1125億，而公司一共只賺了2050億。18年以來這麼多年，他賺的錢，薪酬激勵計劃拿走了一半。這個意思就是說，公司的真正的盈利能力沒有多少，但是公司的股票嚴重高估，而且高管拿走了很多錢。這是一個帖子。第二個帖子，我們再來看這個。他說，以下列出的每一家公司都有可疑的收入確認，實際圖表中所有的互惠交易根本看不清。所以他說，這可以看成是欺詐的畫面，而不是飛輪。真正的終端需求極小，幾乎所有客戶都由經銷商來資助。他講的這個意思就是把這些大公司都畫在這個圖裡面。如果大家放大了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到這裡面這些公司，你看 OpenAI 和英偉達是最大的核心，還有這些微軟、Intel、Oracle、甲骨文、xAI、AMD， 所以基本上就是芯片類的公司和人工智能的公司，所有的他們之间的这些交易，包括硬件和軟件的交易、投資關係、服務關係，還有風投。這個圖裡面把 AI 主要的這些公司在這裡面都一網打盡了，說他們之間實際上都是互相關聯的交易，左腳踩右腳，你買我的，我買你的。整個 AI 的行業終端需求給他們貢獻的業務特別小，所以在 Michael Burry 看來的話，這就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他也確實通過期權對英偉達做空了，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就要來重新評估一下整個 AI 的估值是不是真的高了。有些人甚至把它與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高點相提並論。我們借這個機會就來簡單的評價一下這件事情。首先我們看 AI 的一些核心企業估值確實是蠻高的，這裡面我們說以英偉達為例的，我們都知道它是接近5萬億，這當然是天文數字了。其他這些都是還沒有上市的公司，私人公司估值就很高了。像 OpenAI 已經有5000億的規模， Anthropic 是1830億， Databricks 1000億， xAI 是500億， xAI 有些是把它估值估到1000億，所以你看這公司還沒上市，估值都已經是幾千億的規模了，可見 AI 確實是非常有熱度。當然這裡上市公司裡面只列舉了英偉達，實際上上市公司裡也有很多 AI， 譬如說像 Google、微軟，這些都是在 AI 當中介入的很深的。但是因為上市公司它的 AI 業務和其他業務交錯在一起，我們不太容易把它分開，所以我們這裡主要列舉了一些還沒有上市的公司。沒有上市公司理論上講，它估值比上市公司它有一個流動性的折價，它應該要更低一些。即使如此，像 OpenAI 一家公司還沒上市就已經估值到5000億，毫無疑問它是一個非常高的估值。整個全球前25名的 AI 初創企業的總估值也已經突破1萬億，
所以當前就存在着2個觀點，一種觀點就是說 AI 是個巨大的泡沫，我們稱之為泡沫論。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因為 AI 的革命性，所以它並沒有什麼泡沫。泡沫論認為估值過高。如果我們把它跟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高峰的時候對比的話，你會發現當前的估值太高了，特別用市盈率啊等等觀點去看。第二就是過度集中，英偉達佔標普的權重極高，超越多個實體板塊之和。第三就內循環，就我剛才講的左腳踩右腳，也就是 Burberry 剛才那幅圖裡面表達的觀點。就是他們的營收主要來自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互相之間的關聯交易和投資，缺乏消費端或者企業端的真實需求的支撐。結論就是這是個巨大的泡沫即將破裂。那麼革命論怎麼說？革命論說不，它不一樣。首先，這場革命是來自真實需求的，它是有真實的終端效率提升在驅動，也就是有很多企業它已經全面的部署 AI， 而且部署了以後，它不僅僅是個噱頭，它是真實的提升了生產力的。第二，該行業有高成長性，雖然你看它過去像剛才英偉達2018年以來它只賺了2000多億，但是它的成長性好。所以如果我們看動態市盈率，也就是把未來的盈利預期算進來的话，你发现动態市盈率並不高。英偉達當前的動態市盈率大概28到29，對一個有成長性的高科技行業來講的話，這遠遠不至於構成泡沫。第三，有技術壁壘和護城河，就是高投入構築的護城河。你說英偉達的市值佔比太高，但是在新興行業裡面就是贏家通吃，就像搜索引擎被 Google 一家獨大一樣。所以按照這些觀點的話， AI 它是一種真實的技術革命，所以前景依然看好。這就是2種不同的觀點。那麼我們看其中的一些關鍵的數字，譬如說極度集中的市場結構，我們剛才也講了，英偉達的體量已經超越了標普當中材料、房地產、公用事業3個板塊的總和，比11個主要行業當中的6個還要大。所以我們知道材料、房地產、公用事業這些板塊都不是小板塊，就這3個板塊加在一起都沒有英偉達大。在標普一家公司佔比超過 8.5%， 市值的規模接近5萬億，所以太集中了。那如果我們對它做一個跨周期的對比，把2000年互聯网泡沫跟今天情況做個对比的話，你就發現其實今天的 AI 如果說是個泡沫的話，跟2000年的互聯網泡沫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我們可以簡單對比一下，2000年多數公司是沒有盈利，完全是靠概念估值的。我們知道那个时候絕大多數公司都沒有盈利的模式，完全是個概念。1998到1999年，納斯達克有130多家公司進行了更名，所謂更名就是在它的名字後面加上一個.com， 然後股票就可以炒上天去。另外它是聚焦於傳輸的基礎設施，主要是光纖、帶寬等等。所謂的傳輸基礎設施，它就是一個基礎建設的一個階段，它不像芯片這樣有技術含量。另外它的資本支出是分散的，技術門檻比較低，就是誰都可以做。那今天的 AI 的周期它不一樣，首先巨頭擁有極強的造血能力和現金流，像英偉達，對吧？它是聚焦算力基礎設施，算力基礎設施就是要做 AI 的基礎設施建設，數據中心的投入， GPU 的投入，這個是有高技術含量的，技術壁壘極高，護城河是很深很寬的。所以這樣如果對比一下，我們就發現2000年和2025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語。而且你從估值的角度，你看我們今天講 AI 的估值，不管你講英偉達還是 OpenAI， 其實它都是有真實現金流的。所以我們去估值的時候，你是可以去講市盈率、市銷率的。但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時候是怎麼估值的？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互聯網的公司都沒有產出，所以估值基本上是用投入指標去估的。那今天我們看起來覺得很荒謬。譬如說當時最主要的2個估值的指標，第一個就是研發投入，又是用研發投入來估值。我們通俗的講就是看你誰會燒錢，越能燒錢你就越值錢，這就是投入指標。第二個呢是按工程師的數量來估值，就是你有多少個工程師，你的工程師越多你就越值錢，這也是投入指標。所以導致的結果就是大多數公司為了增加自己的公司估值，所以就會去大學裡面找工程師來，有些還沒畢業的學生就被拉走了。所以那個是一個很瘋狂的泡沫。但是今天當我們講 AI 行業估值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場景跟當時的情況是不一樣的。我們以英偉達為例的話，就是說為什麼它跟當年的互聯網不一樣呢？英偉達動態市盈率就是按照盈利預期來計算的，當前的水平大概是在 28.7 倍，5年的 EPS 每股收益的複合增長率是 92%， 就每年幾乎是翻倍的，所以具有強勁的增長能力和業績兌現。
而股價今年以來是漲了40%，跑贏了標普指數。所以這個就像华爾街神算子的說法，当然他也是個樂觀派，Tom Lee，他說相比互聯網泡沫時期的思科，英偉達目前的估值看起来遠沒有那麼高。這句話當然它是有實際數據的支撐的，如果我們拿數據來比一下，你看這些參數你就知道，雖然它估值高，但是還遠遠沒到泡沫的程度。所以照我的看法，首先我們去分析一下 Michael Burry 的想法，因为 Michael Burry 是以做空见长的，他的目的就是到處去尋找被做空的公司。但是從目前 Michael Burry 自己做空的头寸來看，他是用期權去做空英偉達，做空的標的規模也不大，所以我感覺上覺得 Michael Burry 是試圖小範圍做空，然後通過自己在媒體上的影響力試探市場的反應，看這泡沫是否能夠有共識，可能這個目的更多一點。真正從我們財務指標的角度來講， AI 還遠遠沒有達到泡沫的程度，特別是如果跟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高峰比起來，那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所以我這裡講了2句話，就是技術革命會滋生大泡沫，大泡沫推動技術革命。什麼意思呢？如果你認為 AI 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化的技術革命，那麼它是一定要承載大泡沫的。也就是說，如果你認為它是技術革命，你看到一點點泡沫你就害怕的話，你一定會失去大行情。技術革命最後一定是以大泡沫的形式展開的，而大泡沫反過來又催生技術革命，使得這些公司敢於去做更大規模的投資，從而加快技術革命本身。所以按照我以前講的資產價值的框架，就是資產價值是由2部分構成的，一部分是內在價值，一部分是情緒驅動的價值。像 Michael Burry 這種用空頭思維看市場的人，他主要看的是內在價值。當市場價格高於內在價值的時候，他就認為是個泡沫，他就會找機會做空。但是是不是真能做空，他也是試探型的。但是根據我講的，技術革命一定會以大泡沫的形式展開，所以當技術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市場的情緒高漲，情緒驅動的價值這一部分會做到很大，大到市場無法承載的時候，泡沫破滅才會出現一地雞毛的場景。所以基本面、技術面或者市場行為的角度來看，這方面我是贊同 Tom Lee 的觀點，也就是 AI 革命當前還遠沒有到達泡沫的程度。謝謝大家，咱們下期再見。